我和3个北漂同事要用1个 W 在2环改造温馨的北漂小院儿。上次我们几个清除壁纸，差一点想到旧壁纸这么难撕，愣是从天亮一直撕到天黑。想想我们真是傻大大，完全没有学过建筑和设计，就敢自己动手改造小院儿。这改造过程注定要踩不少坑了。由于没有经验，前期准备工作不足，一些改造小院的必备工具我们都没有买，所以这2天先做基础清理工作。昨天撕壁纸，大家都撕崩溃了，今天就换一换，清理一下小院里的垃圾。入住小院赶上北京的秋天，院里全是落叶，这清理工作着实有点庞大。本来我是看中上个租客留下来的这些花盆，想回头买点种子栽种一下，没想到一眼没看住，这几个败家子就给我都扔了。清理过程虽然挺累的，但是我们这小2层露台是真的很治愈。这是那清代的大花砖吗？我和3个北漂同事要用1个 W 在北京2环改造温馨的北漂小院。有网友留言说，其实我们租的这个小院严格来说是胡同里的大杂院，但是比较规整。乍一听月租1万土寸金的北京2环，这其实真不贵。在这个位置，合租楼房的一个小房间，1个月也要4000了。我们这儿有院子，能洗澡，带卫生间，不用去胡同里上公共厕所，尤其是带这么一个小2层露台，恰逢北京秋天，那也是美得一塌糊涂。在北京胡同里逛了好多天，最终才租下了这么个小院。圆了我童年的梦想。我的师傅，当师傅掏出这皮管子往墙上滋水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什么叫看人家滋完水了以后，这墙皮一铲就下来了。为了赶进度，咱们全都上手铲起来了，铲完屋里的，铲院里的，把人家师傅的活都给干。我以为这个顶棚应该挺难拆的，结果师傅拿个铁楔子蹭蹭几下就全给拆了。木板下来的一瞬间，带下来无数白色的碎屑，怎么还有一丝丝的浪漫了呢？终于露出了原来老房的木架结构，返璞归真，这个感觉可真好。你们说要不要咱就保留这原始的顶棚子得了？我们把壁纸撕了，提点线敲了，连顶棚我们都给拆了。今天轮到清理这个微型花坛了，本来挺好的一个生态环境，愣是被上个租户当成个垃圾堆了，啥都往这里扔。我们一头扎进去就开始各种掏垃圾，瓶瓶罐罐不说，还有各种大石板和小砖头，白石子儿也都裹在泥土里。本来想着铲出来清洗一下，没想到前后愣是铲出1麻袋的小石子来。花坛旁边的影卫特别有北京四合院的味道，所以我特意的打扫了一下，瓦片上都结了不少蜘蛛网了。清理过程中还发现了这个死妞。北漂同事听我说完一脸的懵，难道大家不都这么叫吗？清理完这个区域可看着顺眼多了，今天反正是脏到家了，就顺带着想把小院的地砖全起了，铺成我想要的青砖，起的还算顺利。可到了青石板这儿，就是男同事上手都感觉费劲呢。一整套大动作下来，一个个都脏成泥猴了。今天就先干到这儿吧。是吊上新的石膏板，溜搞了一天，从编龙骨再搭架子到最后的封板，从一早9点一直弄到天都快黑了。这个屋吊顶的功夫，客厅这边已经开始收拾墙面了。之前我们就把能铲的墙皮全都给铲了。老房子就这点不好，砖墙它起茧，墙皮掉了，里面的水泥就都露出来了，要多丑有多丑。上腻子之前，师傅先刷了层胶加固，我以为的加了固就不会掉了，但是师傅说，让咱就喜欢平房小院呢，一层石膏，再来一层腻子。晾干了就开始打磨，直接成了人间仙境。这下终于实现白墙自由了。现在顶棚换成石膏板的了，墙壁也都干干净净的了。这是找胡同收废品的大爷要来的废纸壳，咱就是说相当于一个虎口夺食的大动作了。最后姐儿几个夸下海口，3个颜色咱全都做，说干就干，从搭底盘到粘框架，最后剪裁卡纸，再打胶粘贴，弄了这么一整。这一刻的小院突然就有了家的感觉。准备把通往2层露台的楼梯改造成这楼梯上铺的塑料布拆下来，下面全是陈年老锈，带着铁锈也不能直接刷漆，没办法又买了大号的砂纸。回来打磨发现这也太慢了吧，10节台阶磨完那不得夏天了吗？然后上网一搜，原来还有除锈剂这种东西，喷上以后拿钢丝球一顿蹭，可这效果也就比砂纸强点有限了。于是临时找工人师傅借了个打磨器，磨到直冒火星子不说，全都磨完起码也要1天时间，我们真的都要绝望了。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铁锈转化漆的东西，直接刷在铁锈上形成一层底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刷油漆了。到此才终于解决了底漆晒干以后正式刷漆，刷完台阶再刷着扶手，颜色就是，但是怎么总觉得怪怪的，于是裁了几块铁板回来，赶紧粘在楼梯处，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这下终于有那味儿了，我感觉没翻车，你们觉得呢？上周有好心人赞助了我们50平米的地板，司机师傅拉到胡同口说只负责送货不负责卸货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21箱木地板是个什么概念？今天我终于有了切身的体会，那就是1箱都抬不动。还好赶上今天电工师傅来改电，
也不知道是我幸运还是他倒霉，生生帮我搬了21箱的地板。我们真的也想伸把手，但是师傅是真没瞅上，轻松抬起就把我们鄙视了。我们选择客厅和卧室通铺木地板，找了个按工时收费的师傅上门安装，半天时间2个屋就搞定了。外院就是改造成这种2.5吨的白石子，是我们公司2个男同事搬了1个小时才搬进来的，真是中华好土。之前青砖起了，空出来的地方都填上白石子儿，青石板咱们再洗刷刷一下。我们的小院终于迎来了只欠家具，下周咱们软装搞起。哎，你来看看这厕所拆完怎么臭烘烘的呢？可见卫生间的改造，毕竟冬天去公厕的痛，懂的都懂。先从仓库里翻腾出上个租户留下来的破旧洗手柜，年底了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啦，能翻新就尽量不买新的，拿角磨机把表面打磨一下，然后上漆，黢黑黢黑的，我就感觉有点大事不妙啊。但是咱家也没别的漆了，淡洗吧，然后把卫生间冲刷了一下，开始贴壁纸。上半截贴牛油果色，我就说这么多年手机贴膜不白练吧。下半截贴同色系的回形图案，由于墙壁被冻得冰冰凉，每葫芦一下都感觉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。最后把地砖再贴上同款的图案，看一看总觉得还差点意思，于是给2个图案的中间贴上金色腰线，这下感觉舒服多了。安装上这个黢黑的柜子，再配上白色的洗手盆，水龙头是重点吗？难道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像火灾现场捡回来的洗手柜吗？再加上拼夕夕的价格真的挺给力，比我们单材木板回来制作家具还要便宜，索性我们就直接定了成品。凭借我们小时候搭积木的经验，3下5除2就把餐桌和长条凳安装完毕，甚至我们一度怀疑，顿时消除了卫生间。所以当我打开餐边柜的原材料时，我们甚至都没仔细看看说明书，就直接上手开始组装了。过度自信的后果就是即将组装完毕的时候发现底板装反了，于是拆下来又重新装了一遍。刚拧好螺丝，准备上柜门的时候，又发现这个门它应该是上在底板之前又被拆下来一次。底板如果会说话，我猜它得急眼吧。不说，有些时候有个男人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好比今天的所有螺丝都是靠邻居大哥帮忙才拧上的。鉴于我们有了餐边柜和餐桌椅，今天要给这个空荡荡的卧室添置新家具。最近好多博主，我们果断放弃自己动手制作，直接网购了一张悬浮床回来。打开快递，居然连个说明书都没人。我有啥说明书啊？跟着感觉狗吧。15分钟之后，直接真相了，根本装不上。一开始我们还企图徒手用螺丝刀拧螺丝，发现这行为过了，于是找五金店的大哥借了一把电动螺丝刀。你别说，真好使。按照视频拆了装，装错了拆的门了。就这样鼓捣了大半天，床架子可算是搭好了，再把床垫子铺上，这个回弹力直接吓人一大跳。然后再套上奶油风的床上3件套，一不留神还学了一个花式套被罩。由于预算紧张，最终放弃了床头柜，淘了一个200多的落地灯装上了。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劳动成果吧。我在2环里花了1万8，跟几个北漂同事合租了个院子，还亲手折腾了1个半月给它进行改造。这2天终于轮到给空荡荡的客厅添置新家具了，于是我默默地拿出了手机，直接网购了一个家。上周安装了800的餐桌椅和200的餐边柜，今天就轮到了这个3人位的沙发，奶油白色搭配上原木框架，给我们的客厅很大，但确实是个问题。尤其我们这个客厅，所以除了一个电暖气以外，我们还放了一个2米的加热垫，插上电几分钟就热了。看了看四周，总觉得还缺点什么。小姐的人很好，不但出了教程，还分享了材料，于是我们只用了160就拥有了同款的茶几。就是这个制作过程，就这么一个小东西，用了5个小时才做好，难怪网上价格便宜，换成我给3000我都嫌少了。现在客厅的家具到位了，镜头里的小院是这样的，镜头外是这样的，你们看到的是这样的，看不到的地方是这样。马上过年了，我们决定来一次，就先从清理掉这上百块的废砖头开始吧。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这个房子全是这样的落地大玻璃，前阵子装修沾了厚厚一层的腻子粉，今天务必要把它擦得锃光瓦亮。
这个冬天我们一直计划在还是自己做吧。20块钱准备了10斤红泥，小时候玩泥巴可没少挨揍，今天终于实现玩泥巴自由了。先把围炉的底盘做出来，然后井字形放上软铁丝，铁丝放好后封上一层红泥，这样炉底就搭好了。在四周插上铁丝做骨架，然后攀着铁丝用红泥逐层加高。别看拍出来挺简单的，其实这泥巴一点儿也不听话，太干了要加水，水多了又加泥，总是掌握不好那个软硬度。炉子捏好后，在底盘上插上几个洞，用来落炉灰。最重要的，记得在底部掏个出风口。就这样，还真的被我们成功的捏出来一个小泥炉。虽然卖相是差了点意思吧，拿出来烟炭，就在炉子里边直接加热烘烤。还好当时用铁丝做的加固，否则很可能半路就直。炉刚做好，漆上了普洱。大家真的是在北京的胡同房檐上体面了堂户口情况，这日子过的真的是有滋有味的了。自从花了1万8做了小院，我就一直琢磨怎么能把它装扮得更好看一点。终于在过年之前，我拿出了200块，准备把它布置超好，享受品市场给我们兜了底儿，临时还能补点货。这回这个尺寸才是我想要的。30厘米的大灯笼买了10个，20厘米的中号灯笼买了20个，都给它支棱起来，插空替换下一部分袖珍小灯笼，看看这效果立马就不一样。装饰炉顶感觉影背有点空，于是又从顶棚顺下来挂了3个大灯笼，还做了2个手工灯笼，提着它拍照别提多应景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溜溜忙活了一整天，终于布置完了。看看这氛围，谁能拒绝胡同里的年味儿啊？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到了晚上打开灯的样子，一下就挨住了。现在我就想问问，就这个效果，你实话实说，会不会也想来拍照打卡呢？为了小院的和谐共处，我们决定再动手制作一个网红懒人沙发。不是我自夸，说起针线活，我还是十分在行。缝纫机的出现真的是太出乎我的意料，也就用了几分钟的功夫就锁好了边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我拿起来一看，怎么缝了个3角？套上试试，看看能不能装得下。该说不说，尺寸刚刚好。为了让它做起来更加舒适，我们往里面塞了足半包的珍珠棉。就这样，2个豆腐块内外套，我们选了这种有硬度的科技布，脏了也好打理。裁好尺寸，锁上边，再缝上拉锁，就是套内胆的这个过程，活活的一个睡觉现场。装个内胆，3个人愣装出了一身的汗，但是成果喜人。就这个尺寸拿捏的也太精准了吧！这样我们就拥有了全新的懒人沙发，叠起来坐，靠着坐都很舒服。我感觉